道复议案即将在立法院再度上演表决大战吗？又会有全武行吗？我们先来看看赖清德总统哦，他以赖主席之尊的这个身份，可能要下令全党来挺政院。今天是民进党的中常会哦，下午举行哦。此刻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录影的时候，可能正在下军令状。我们看到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将在民进党中常会下达动员令。什么动员令呢？要求全党力挺行政院，加强论述，对蓝白形成压力哦。全台这个宣讲，全台湾走透透哦，青鸟飞出去哦，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行政院过去提出来的7点复议理由，有被批评说满纸荒唐言，都是在说谎，所以看起来行政院是不是有改他的理由呢？今天洪孟凯国民党的这个党团书记长有记者会，他有回应，我们来看看。但我们昨天又看到了，收到了这个行政院的函的时候，发觉7大理由不见了。7大理由并没有7大理由在行政院的函里面，它改变成是6个理由，而相关的法条写的就相对中性许多。换言之，行政院也知道上个礼拜院会结束之后开的这个记者会，其实就是一个民粹式的、朝野对立式的、攻击式的抹黑文宣。好，朝野更对立我们看到呢，山雨欲来啊，紧接下来的所谓的朝野的在全台宣讲蓝绿白都有计划。黄国昌就讲赖清德你现在说去立法院报告或者是接受问答，这个叫做违宪。那你在选前讲的那些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记得在选前的时候，赖总统有说他愿意到这个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接受立委的国情咨询质询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事？过去山盟海誓，现在都忘记了吗？而另外我们说到赖总统、赖主席下达的动员令，他说兵分3路，怎么样兵分3路？第一是透过地方党部及党公职的全台宣讲行动，我刚刚讲的青鸟飞到全台湾。第二是青年部要规划由民主营队等活动，扩大青年沟通，要号召太阳花世代2.0那另外第3则是这个最重要的网络社群，所以我们昨天看到了焦糖哥哥已经变成台北市的这个党部的执行长了。来，请教乃金。这个赖清德呢，他其实就是他的方向已经确定了啦哈，就是他现在要借着这个复议案呢，就是全面跟在野党呢，就是要进入这个肉搏战啊，然后透过就像刚才这个前词讲的，这个青鸟呢到这个全台去宣讲把这个在野党呢打成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这种在地协力者在地协力者，然后透过呢。我真的是不太知道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通就是透过国会权力的扩大，然后遂行中国统一台湾的目的吗？这完全不通然后呢，我看这个行政院提的这个6点的这个复议的理由当然就是他在写法上面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个7项理由好像就是就比较那么的尖锐啦，但是实际上他那个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了我们这个宪法里面呢，对于行政院提这个复议呢。它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就是对于预算案、法律案、条约案，你认为有窒碍难行之处所以你就可以提这个复议，但并不是。但是我们看这个行政院提出来的这个复议的理由，它并不是立法院今天修过了这个职权行使法，使得行政院再去按照它去条文去施行的时候，它会造成行政院对不起，它会造成行政院在施行上有何窒碍难行之处？不是它里面充其量的就是在说它有违宪之余嘛。那你有违宪的地方，你就申请去释宪就好了。它又不是造成你有什么窒碍难行。比如说，它第1点提到说，审议程序不符民主原则，具有重大的瑕疵，这个是立法的品质的问题嘛。这个你行政院有什么好窒碍的地方呢？更何况呢，它实际上呢，在立法院的
这个讨论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要说他在委员会的时候呢，他有召开了多少的公听会，在委员会呢讨论的过程里面呢，民进党提出了40多次的这个解散动议，他事实上呢，在打成一团的这个立法院院会的讨论里面，大家也有发言啊，而且通过的很多的这个条文。里面相当高的比例是民进党提出来的修正动议啊，如果没有讨论的话，怎么会有民进党的修正动议照他们的提出来条文通过呢？然后它里面呢提到说什么有关立法权的这个行使、质询权、调查权、听证权的这个规定，他说是侵害这个权力分立啊，违反权力分立，侵害人民的权利。那事实上呢，这些不管是调查权也好，听证权也好，都是民进党过去提出来的啊，他就要废除这个监察院嘛，把该属于这个立法权的这个部分拿回来啊。所以说，为什么到了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手上这样子修就不行呢？然后他最后呢提到说，这个它里面的藐视啊，所谓的这个藐视国会的这些的相关的规定啊，有违这个法律的明确性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和比例原则啊。这不是事实嘛？哈，就是说你今天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啊，不管他任何人，他是被判了这个藐视国会，他在立法院要经过相关的这个程序啊，他才能够送出去啊。而且呢，他最后要经过法院来判定啊，又不是这个立法院就能够就规定他，你把他抓去关，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他的这个复议的，他提出来复议理由，就是还是在说谎啊，还是这7点差不多啊。我觉得他为什么把这个复议理由他行政院开记者会的时候7点，然后送到立法院的时候变6点，大家说他改比较中性，他知道这个复议的内容是会留在立法院的相关的文件当中的，但行政院开的记者会不见得会留下任何的记录了，可能网络上有一些流传啦，所以写起来的时候要写比较含蓄一点。那我想对于他们所提出来的几个复议的理由，我想我们在也已经讲了非常多次，刚刚乃菁也再说了一次，有关窒碍难行的部分，现在的相关法令就有，在你还没有公布这个新的通过的这个法令之前，现在就已经包含总统要不要来报告这件事情，对，宪法规定，现在就规定有啊，职权行使法也有啊，那真的是把它规范的更清楚一点而已，所以不知道哪里窒碍难行，就是不想做。他是说违宪啊，对，所以简单讲，对嘛？像刚刚乃菁讲，要不然就去释宪嘛。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要复议，然后再去释宪？为什么整个战线要拖那么长？很简单。公民沟通嘛，他们叫公民沟通。这一点我还是要再度的提醒我们在野的这个委员们，立法院也好，或者是两边的中央都要听清楚了。是我先举刚刚就光讲这个地方有没有缺电这件事情，现在地方的民众会收到一张，如果他因为要停电，要先通知大家，他会写说这叫工作停电、计划性停电，不是限电哦，限电会给他特别写出来。这叫沟通，沟通。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突破同温层，因为我们没有网军嘛，大家认清这个事实。那我们所有的大家这个录影也好，这边录一段，录一段，录一段，要找到义勇军啊，开始帮我们要大量来做一些传播。当然啦，大家办这种说明场老实说，我们再也要办赢民进党没那么容易了。就算是柯文哲讲拍谁要掏给他，就说要办辩论这个也是我们原先的同温层各自喜欢。你说电视辩论？对啊，他有提说要做电视辩论嘛那这个都还是在各自的族群里面。我们现在在往那3成多到4成的人来跟他对话。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跟我刚好他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我们到底国会改革在改什么，但是他知道去青鸟东路很重要，基本上叫做青鸟东路，赶快改成青鸟路了，好不好？他觉得那是一个他去了就是有一个盖一个徽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是要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跟他做沟通啦。我想这个还是我在这边语言可以简单，可是内容要确实啊，内容要确实啊，我们文宣还是要做啊，但是我们做了一大堆写的很密密麻麻，民进党把它画一个大叉，那就看起来只是看到那个大叉而已啊，其他都看不到啦。是，委员，我想其实那个7点跟6点对我来讲比较没有那么重要。那我是今天中午在程序委员会有拿到这3份就是正式的文件就是由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然后还有就是这
整个，因为是总统同意才能够行政院复议哦。那我还没有时间全部看完哦。那我看的很快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写的相当严谨啦，看起来是非常多的法律人一起协助的哈。那当然就是可能大家有不同认同的部分。那其实还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第一个主要是审议的过程，他认为不符合民主原则。那第二个才是就实质的内容哦，包含就是违反权力分立、侵害人民基本权益，然后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等等的内容做申诉哦。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就是他放低一点的，就是审议不符民主原则哦。他讲了2个点哦，第一个，这整个过程决而未议。就是说投票是有的，可是没有那个议，因为我们立法院说议决，议就是讨论的意思哦。那其实刚刚大家讲说就是说解散几次那个有点太复杂，我们只要去查一下立法院的那个公开的记录哦。譬如以民众党为例哦，民众党有没有哪一位委员哦对这个黄国昌号称的最高机密哦，跟那个翁小玲或者是傅昆萁讲出来的那个最后我们投的法案，他有没有在委员会里面，或者在最后投票的那个大会，就是那个2读的那一次有表达过实质的意见？没有。我们看到黄国昌就一直在直播，你可以去查出来，告诉我哪一位委员针对哪位条哦。我说委员会审查，我们不要算，我们不要看那个公听会，因为公听你可以去看他那都是在吵程序问题哦，就是有没有针对实质，没有。那但是最后2读的时候，每一条我们都有登记，民众党也可以去登记，有没有人去登记？只有登记3读后的感言，那就是你只有吵程序问题，然后没有实质讨论。那最后举手表决，这个又是我们立法院民主国会以来的第一次。那这里面说这违反宪法说的责任政治，因为民众最后没有办法看会议记录，没有办法知道。好，那我最后想用1分钟处理刚刚就是有讲到说这个有人得肺腺癌，民进党要负责，我觉得真的是太严重了。我们可以去看公开资料，蔡政府这8年哦，他在燃煤燃油的占发电比是都下降的。那在 PM2.5哦，就是空污的浓度的控制下，从2015年到2023年是下降了1半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去找公开的资料来做讨论了。好，这个国会改革法案现在已经进入了舆论战，下一个阶段是司法战。也许在国会战这一役呀，蓝白是赢的，可是接下来2个阶段恐怕要小心。来，我们进一下广告。王一川在5月27号上政论节目的时候脱口而出，小草跟青鸟是不同群人，年纪的分布是如何，他的性别是如何，讲得头头是道，引发了外界对于民进党可能在做政治侦防的联想和讨论。结果王一川他改口了，现在北检因为有人告嘛，所以北检传唤王一川来说明。可是王一川某种程度他避而不答，所以王一川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其实公民作为我们一般公民，我们都很想知道他有没有监控人民呢？徐巧芯今天在立法院说有，他有掌握资料，这个资料来源是赖清德的亲信在世方电讯工作，世方电讯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于是有人搜集资料提供给民进党，民进党还开了会。我们来看看。立法院质询抢下第一棒，徐巧芯紧咬王一川的集会手机资料是来自中华电信的子公司。今天我们中华电信的资料传到了伺服器里面，那这些伺服器里面的资料，子公司可以提供或者贩售给政治人物或政党吗？子公司的人员不应该取得这些资料。除了质疑世方电讯跟绿营的政商关系，徐巧芯更直指民进党5月27号曾开过的党政主管会议上也握有世方电讯的资料。世方电讯他跟蔡英文蔡总统从民国105年开始，109年都有数据费用、数据分析数据费、舆情分析费用、舆情监测，所以中华电信会把资料储存在世方电讯。并不是说中华电信的资料，这个是客户本身。委员
言所称的民众资料，可能要看业务别的部分。面对徐小新的指控，绿营立委上台质询，做球给中华电信。开麦克风，不要紧张啊！中华电信的客户资料有存在世方电信的 IDC 里头吗？也没有。好，我们看到徐小新的指控啦，他是说他去查了王一川所揭露的资料其实是透过这个中华电信的子公司这个所谓的世方电讯。那世方电讯的这个董事长叫做吴彦宏他是新潮流的大佬，曾经是新潮流的大佬，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的助理外界呢就觉得中华电信是不是呢？其实有很多高层或者是他的子公司。孙公司有很多是新潮流的人在里面所以你看今天徐小新的这个爆料或指控有没有道理呢？徐小新大概把这个资料，他大概已经成前1个月，他就在收集这些资料。因为当我们每次在提到这个这个所谓的王一川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很普遍认为说他就是唬烂，因为他这个样子讲话也是完全口无遮拦，我们都不相信他有那么大的脑袋，或者是说民进党这么高深的这样子一个资料会交给他做一个分析。可是当我们在一些闲聊的时候呢，小新就说他其实掌握一些资料。其实我们在2-3个礼拜，在我们这个议事攻防当中，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吴彦宏，他就提到就是子公司当中里面，他就的确，而且他曾经直指他还去帮过他们里面的一些人上过课，来做过一些的咨询，就是这位这个 Chief 的这个老板曾经过去，然后再搬出他过去的一个背景，也的确是，所以我想巧芯他绝对不会是说。这个信口胡言，他是掌握这里面，而且每一个部分他到底付了多少钱？现在比较大的点就是中华电信，他刚刚特别回应了有一些的业务别的部分，他没有完全是说我们中华电信的这样的一个资料没有部分，他会因为业务别里面当中到底能够获取我们有多少的资料？你会不会是因为业务的关系，把一些不应该要去识别化的部分，你反而转给这样子的一个子公司？毕竟是你的子公司，然后这子公司里面的一个数据怎么样让提供民进党中央来做一个参考，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讲得这么清楚的话，我觉得剪掉在这个层面上边，绝对不是王一川说我现在只是用膝盖想也知道这个是谁，已经没有办法用这句话来含骗过去，都已经有人事地物，而且直指是中华电信，而且他过去的金流人脉都是直指新潮流这样一个背景当中，我觉得剪掉看到这么多的讯息，你不可能不去查，这个远比查这个徐小新大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更关系到人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被监控权，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的话，你必须要聊个清楚啊，否则参加一个社会活动就被你这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来做这个监控，这是茲事体大的一件事情。委员，你去问说政府有没有在监控人民？我认为很多国家的人民会告诉你，他们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就是没有证据嘛。可是王一川的时候这种东西，你就让人家觉得说，证据好像就在这里啊。因为这样一个大规模这种监控，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成的，而且好几个时间点，好几个聚会，这样的一个集会，这样的一个监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啦。不管是王一川也好啦，那还有这个譬如说沈伯洋，他讲的这些事情，都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民主是在退步还是在进步了。你以前民进党的人对国民党有很多的批评，说以前在戒严时期如何，很多的监控等等那你现在是要重新走回那条道路吗？你要建立新的警种吗？是不是？你怎么会有什么黑熊部队这样一个东西呢？你知道在美国这种东西他们的民团，因为他们有这种早年要独立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有些民团，各州有那个民团，后来也有受到法律的一些的宪法跟法律有一些的保障。可是同时也带给美国人很大的一个问题，这边还是一种私人的武力，你知道吗？只是现在他们没有枪而已。可是你这个所谓的黑熊部队，你就是要在社会里面建立一支思想跟你一样，然后呢行动跟你一样的这样一个团体吗？你这个国家不是有警察吗？战争的时期不是有军队可以动用吗？对不对？那社会上不是已经有义警吗？义消吗？这些都有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东西你有政府说你对黑熊部队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观念的话，那为什么沈伯洋可以代表民进党不分区排名第2名呢？你就表示你是认同沈伯洋的做法嘛？
那这个是什么你一个社会里面可以一个单独成立另外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里面的思想意识形态是非常特定的，是非常符合民进党的，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们开始会真的觉得很寒心，就是说几个这个下来，包括南部的某个地方议长、副议长的选举，你这样一个判决，人民可以接受吗？你去问问看，包括你民进党的，你午夜梦醒，你摸摸良心，你可以接受这种东西吗？对不对？我这边查到资料没有巧芯那么齐全啦，不过我只查到一些，因为我那时候我在交通委员会，所以我是第一个问的人。那我问到一些资讯，第一个就是中华电信的法律事务处的副总经理魏慧珍，她刚好也是民进党柯总召的前助理。第二个是我查到那时候是翁小玲委员在我旁边讲的，目前的去识别化、大数据去识别化听起来是非常的公正，但是尴尬的是说，目前的去识别化完完全全都是由电信公司来自己决定的，甚至去识别化到多少，电信公司决定，而且外部审查机制非常不透明。第三个是我问的时候，中华电信说我们517、519、521的资料整理很困难。而我们没有给任何人。换句话说，他们有整理资料，但是后来林国成委员有问出来，他们这个资料有给国安高层。所以说，如果王义川这些党的东西都是真的，那这个毕竟他这个党政，毕竟是从国安高层拿出来的资料。如果他讲东西都是真的，不过现在我们看到检调宁愿高放弃，轻轻放下，那我们尊重检调。那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Revenge of Power》，叫做《以民主之名的独裁》，里面讲到3个很可怕的现象。那一个叫做我们政治议题通俗娱乐化；第二个叫做两极仇恨化，我们的民众两极仇恨化；第三个叫做谎言后真相化，也就是撒谎之后在后面再跟你讲发生什么事情。这3个东西加起来像不像我们看到的王义川？完全是一模一样。也是现在的台湾呢？其实也是 Chavez， 也是那个 Chavez 的那时候作为，也是意大利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民主独裁者作为。那我是个人认为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一块。那我认为这件事整件事，我觉得最荒谬的事情是说，在民主法治国家之下，除非你真的被犯法，所以你真的是犯法，不然你都是清白的。所以你不应该被监控，被监控的人基本上他是做错事的人，或者他是犯罪的人，这才是民主法治的精神。但是我们到现在这边直接看到直接的监控人民，为什么？凭什么？到底有什么目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如果就让他这样子轻轻放下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的民众，不管支持不支持我们的民众，是种莫大的侮辱跟伤害。刚刚委员讲到如果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要被监控？可是现在更惊悚的是，沈波洋委员他有一个 idea， 他提出了一个看法，有一些人因为你的血缘，或者是因为你的政治信仰，有可能你要被列管，这是第5纵队吗？我们下一个阶段马上回来讨论。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话。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民国现在113年，是不是又有人冲太快，讲出台湾有数十万人高风险，有可能在战时对岸给利用，这些人要好好的列管啊！讲这个惊人之语的是沈波洋委员，他在6月4号那一天接受《自由时报》的专访，注意是《自由时报》的专访，我们截录在这里哦。他的原文是这样写的：第5纵队不完全是中共的间谍，也不是一开始就背叛国家，但中共可能威胁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就台商嘛或者是欺小在中国的人。台湾应该要有一个应对中国的作战中心，要有一个 center 评估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如何渗透，以及可能的间谍行动，对国内几十万人，请注意，不是10几万人，是几十万人的高风险族群进行控管这是《自由时报》写的6月4号那一天。但台湾目前没有单位专门负责第5纵队，判断哪一些人是在地协力者。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很多人说哇，好可怕有人
到底谁有权利决定我是高风险族群，你是高风险族群，还是他是高风险族群？所以我们看到沈伯央委员他其实有做了一些转圜啦，他后来有解释很多，包括在6月11号，昨天他在立法院讲说这是假议题，媒体扭曲，媒体断章取义。我们来听听看。就是说，说这个有官员指出，这个台湾最近有很多的第5纵队，问说该怎么办哈？那我一直都认为第5纵队是一个假议题，但这些人重点是他要怎么做得到这件事情，他可能要有一些名单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目前呢，我一直都认为，与其用第5纵队这个名词，不如呢去讨论到底在台湾有哪些人风险高，哪些人风险低。那我最早呢，为了呢去把这个风险高低盘点出来，我认为立法委员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他去中国能够见到的这一个官阶也高，他能够接触台湾的国家机密也多，所以我提出相关的立法委员附中需要报准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规范。好，沈伯央委员在脸书上说蓝白有造谣产业链哦，沈伯央说监控中配根本不是我讲的哦，所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些都是造谣。那我们看到黄国昌说毛骨悚然，绿色新党国的幽灵回来了，来晚会委员。我其实这一波听到第5纵队就是在上个礼拜6月4号的时候，应该就是刚刚对《自由时报》的这个报道，所以刚刚沈委员最后又说这个是假议题，我真的是傻眼，就是说自己推翻自己前面讲的哈，因为中间他又有讲过，就是说这个是监控，不是监控是保护，好，就是说。这个前后我不知道到底他想表达是什么，然后他刚刚最后一句，各位立法委员、立法诸公们，你们现在需要高度的，就是对风险管理的对象哈，因为他是用两岸关系条例提出来的啦哈，就是说他觉得要去大陆，尤其他刚刚讲很清楚嘛哈，就是立法委员到大陆去哈会见到的人高层啊什么可能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报备哈。那当然里面还包含其他，我知道好像有村里长啊一些相关人等哦。那我知道他这个案子在程序委员会基本上已经被挡了3次了，目前还持续被挡当中。我过去的印象只要跟这种比较对立式的这种议题都会民进党都会有一个委员持续性的提案。以前只要跟提国旗相关，我跟乃金讲，就会找蔡易余提。那蔡易余就会在这个就是程序委员会一直被挡下来，一直被挡下来嘛。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在野的委员也有去跟沈委员沟通，看看要不要就在那个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法里面来提，其实是有跟他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沟通的啦。但是回来讲，我觉得还是一种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心生胆惧，你知道，虽然立法委员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那个工作也不是全台湾只有113位而已，是很少人会去担任的工作。但是做一个立委去到这个对岸，竟然要被这么高度的控制，那我们自己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要去，我会不会害怕？而且现在什么时代啦？只有到对岸去才会做颠覆国家的事嘛？你到泰国去也有可能啊。来，我觉得这个沈伯央委员是我们这个民主体制里面呢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而且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啊！就说他在我们的内部找敌人，然后呢自甘扮演像这种警总或者是纳粹时代党卫军的角色。他现在呢就是在鼓励所有的这个民众，对于你身边的人呢保持警觉，而且是加这个记号。我觉得他干脆把所有的这些，不管是陆配也好，或是你认为偏蓝的这些的村里长，你在他身上打手印算了嘛？他讲什么陆配是最大的这个威胁，而且呢，他们可能不是自愿的，是因为呢他们有这个在大陆呢有些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威胁。这个不只是这个沈伯央的想法耶，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总统大选期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这内政部和国安单位再去点名，就说有一些这种会被大陆渗透什么单位的时候，他们就锁定了这些的这个陆配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现在就是在行政上面还是执政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党会提名这样子的一个委员，完全不具备任何的这个民主思想，然后是活在一种属于这种被迫害这个妄想症的情形之下，在我们的内部这个找敌人，而且还这个振振有词。我觉得
讲的这些东西呢，真的是荒唐到一个极点了。他今天呢，在立法院呢，质询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长，我们的教育部长竟然还回答得出来。他说呢，我们呢，如果说呢有这个大学教授到这个大陆去，对，然后呢接触了统战部的方面的这个人员，回台湾之后呢，在课堂上面讨论。就把呢讨论什么香港啊和这个台独议题的学生，然后就把名单呢交给了这个大陆，这东西我们要怎么办？好，所以说这个名单呢对第5纵队来讲很重要。我们这个教育部长这个也是这个太神奇了。你这个教育部长，你身为国家的教育单位的最高的这个负责人，你对于你的这个教授、大学教授，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信赖啊？你对于这个委员这么缺乏常识的这种质询，他还说，现在这个行为呢没有这个规范，可以研究看看是否触犯个资法第41条。你在讲什么啊？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呢，我非常的同意这个刚才这个林委员讲的，说把这样子的一个人去排在你们这个不分区里面的，就是难得这个第1名。这是代表民进党的想法吗？如果这个就是代表民进党的想法，那你这个赖清德，你这边讲什么要跟大陆怎么样交流？所有的被交流的人都是第5纵队。那我真的要帮我的那个同事哦，沈博洋立委，然后也是法律学的教授说一些话啦。那他真的非常的优秀，然后非常的忧心哦，就是说台湾的未来跟这个民主的品质哦。那当然，我想从大家的发言跟最近的这个有些媒体的反应，你会发现说，当我们不是一个威权国家的时候，我们民主化之后，那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就是说外部渗透、外部的那个就是敌人的时候，那怎么去处理？这真的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因为第一个，我们要保障人权，保障民主，然后也不能够有族群的歧视哦。那我不要举台湾，因为大家马上会陷入到情况。其实澳洲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哦。那刚刚大家讲国会议员会不会被渗透？那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几年前我就看到澳洲工党的一个国会议员就被怀疑被中国共产党政府收买。那当然后来有没有澄清我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们在讲的，澳洲后来警觉到，他们其实中共是有花资源、时间、人力在渗透他们的民主体系那所以他们定了。包含我们现在的反渗透法，跟有些人主张的，就是所谓的外国代理人法或者代理人法，其实就是澳洲这个民主国家他们后来的自我防卫。那当然，我们言语上绝对不应该去，就是说标签化，就是说就是这个什么监控。那沈博洋有澄清，他从来没有讲到过说对，就是对岸来的这个，他说要管理啊，这个配偶要监控，他有说要管理啊。他讲的只是一个就人群上做风险。那当然，我这边也会觉得，就是说要避免对某个族群对哪方面的人，就是说有一种标签化。那但是呢，他的用心跟好意跟其他而且他也是在做那个假资讯的相关的研究。那外国非常多因为现在美国也担心俄罗斯对他们的选举的介入，其实是对他跟相关的跟他合作的一些学者、年轻人做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民主国家像我们的脸书社群软体，甚至都不是台湾的那怎么去处理这样的议题是非常的难呐。那也帮他的黑熊学院讲一下，其实你如果去看他们的网站，它事实上是一个类似我们民间的民防，只是民防可能参加的年轻人比较少。他希望让大家有一个面对灾害的韧性，学会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如何自我保护也保护其他人。里面有民防课啦、地图研判呐，什么女性就是说遇到灾难的时候怎么样自我保护，我是觉得是这样是蛮有用。那对大家对假新闻的警觉也是蛮好的。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讲。好，观众朋友，我们前一个阶段呢讨论到沈博洋说的所谓的第5纵队在台湾潜伏可能有几十万人，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这些人就会变成里应外合的间谍那当然，沈博洋委员后来有说媒体误会他的意思，有点断章取义。他说第5纵队是假议题，他没有这样讲。尽管我们把他前后文都列出来了，可是沈博洋的黑熊学院我们看到这是今天截下来的图，他在网络上持续招募卖一个课程，叫做第5纵队识别，首波特惠价900元。
旁边有年轻朋友已经去参加了啦。哦，我的意思是，你有在说谎吧？怎么会是假议题呢？你第一时间受访讲的话是真的啊，是你的心里话，不是吗？来，我其实我刚刚想要说，那个原来6月4号说有这个。6月4号说有这个第5纵队，然后6月11号马上改，我以为说台湾黑熊会转弯，可是我现在想到一个实际上我可以提供给范委员一个实际上的例子。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裔美国人跟日裔美国人都被人家说他们有可能叛国，那是在战争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有所谓的集中营。之后，美国我不记得德裔的美国人获得多少的 compensation 赔偿，不过日裔的美国6万美国人获得将近13亿美金，如果记忆没有错的话，那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这是美国史上最丑陋的一面。那所以为什么后面刚刚不管是我们林委员讲的民团也好，还是后面所谓的这个 McCarthyism。麦卡锡主为什么会变深恶痛绝？因为美国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大熔炉。我们刚刚讲到的东西，让我想到说，我以前高中课本在读有关美国南北战争，黑人白人之间完全不容的感觉耶。为什么说我们不能海纳百川？我们很务实，想要把台湾变得更好，把中华民国变得更好。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的国家，但是我们却看到说，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其他人只要政治不同的意见，然后我们觉得说他有任何血统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要怀疑他。最可怕是血统。如果你是外省第2代或第3代，你很可能就被贴一个标签。那个是以前，那是老欧啊，跟那个韩其他那是以前，现在是变成陆配。那未来是不是外配？未来是不是只要跟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同，你就不够爱台湾，你就不够在这个土地上生活？这是我最担心的一点，因为就算在美国。也没有这么夸张的事情。美国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把美国当我们的 paradigm， 当我们的典范，但是我们没有美国的包容力。很明显的，现在执政党没有美国的包容力。我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哪一个政党，只要执政好政党，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过。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 shame。那个刚刚范瑜委员当然对那个沈伯洋，他认为说，因为他过于忧心啊，所以试图帮他讲了一些的话啊。但是沈伯洋为什么会这么多忧心？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好像看起来都不是太忧心？因为你就把全台湾都当为匪谍，你当然非常的忧心啊。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呢？而且重点是他过去来说，常常讲话就是永远都是只要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太不符合这个执政党的需求的时候，当没有办法做出任何解释的时候，永远告诉我们这是对岸的认知作战。这个认知作战，我是自己学认知心理学，我现在都一边认知作战搞得我现在已经有点认知失调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当你已经有一些先见，然后呢，你往这个前提里面去做发展，你当然会处理。每个人在问你一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前后讲的是非常的不一致。我想大家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告诉大家说我们有几十万的人，我们的自愿役才15.8万，你这样说起来，我们好像有2%全部都是属于这个已经是属于高风险的一个族群了。立法委员是不是高风险？好啊，设定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填好我们要跟谁去见了什么面，你就觉得我们一点都没有风险了嘛？那个如果说有机会去交了个女朋友，去跟他睡在一起的，那你这个到教他怎么去交代？赵天麟啊，赵天麟不是就我已经不想再特别提到他了，好吧？他现在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缺，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你的忧虑是来自于你对太多的事情，你都是过度夸大的去做一些解读，然后让自己心生好像你周围都是充斥着这么不安全性。事实上，台湾就是一个很民主、很自由，我们要对我们台湾的民主社会来有信心。就像是乃菁刚刚用到这个教育部长这个例子，我也觉得匪夷所思。你要对你的学生有信心，当他们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你要对他与判断有信心，你要对你的老师有信心。他即使去中国大陆走了一圈，他再回来，他讲的话是代表他自主的一个说法。很多学生就这样冷冷的看着他，你以为这样学生100%都听老师所讲的，然后你自己还在这边讲说这个东西无法可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话？所以当你把整个的台湾的社会变成人人都是匪谍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种保密防谍，把别人防得像一条这个一堵墙的这样的氛围就出来，那这样台湾社会还剩下什么？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个谣言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是黑熊学院？坦白讲，就做思想改造，做一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那种偏差观念的灌输嘛。这个就是在台湾的内部制造敌人嘛。你知道我刚刚讲了美国那个所谓的民团，
其实他们真正的深层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他们就是种族主义，他们就在排斥其他的族群。你说 KKK 那种？对，我讲民团是他们其实宪法有保障，他们就自己可以像民防一样，可以拥有军队，自己可以训练自己的人员，这样子。但是呢，那个是另外一个，这是民权时代，那个跟那是无关。所以这个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很基层的一个动乱的原因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去围堵这样的一个民团，爆发大规模的枪战，死伤累累啊。那这个像这种特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啦，我认为黑熊学院是应该要被谴责的。我认为很多的工作是政府应该去做的，你个人来做，你个人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这么大心机在做？而且上来就讲说有几十万人哦，这些人应该是要被监控的，你就在灌输特定的仇恨的那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见解，你会影响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然后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就变成人跟人之间就是没有办法信任，你带着有色的眼光去检讨人家。你知道，两岸真的要从事军事斗争的时候，我们全部人都2300人都团结在一起，都不见得可以保护住这个小岛的安全。你在这内部平常就在制造敌人，分化自己人。我请问你，你战争的时候，你希望大家团结吗？你团结是从平常就要做起的，不到战争的时候，你们跟我走哦。你平常你怎么带人呢？对不对？你平常怎么带人？你平常在分化，在破坏团结，然后你说战争的时候大家要团结，怎么团结？你跟我讲。全球都有间谍活动啊，这个我赞成哦，我同意，全球都有。那你要这个在做间谍战，这个已经有国安单位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预算，有很多的人员在做的。可是现在沈伯洋委员提供的是几十万人是高风险族群，几十万人我来算一算，陆配可能有30万人，台商 maybe 50万人。可能哦，包括立法委员，包括他后来说的大学教授、村里长，加起来差不多几十万人，80-90万人。这是他一开始讲的，需要高度的来管理哦。台湾现在没有这样的单位，所以我们需要来高度的管理。那当然，他现在已经改口了，某个程度他改口了，希望他可以往好的方向走啊，委员。我想哦，就是他讲的部分讲的其实是一种风险啦。那回来讲哦，其实刚刚大家讲的有点太滑坡了哈。就是他真正我们台湾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以他最近所提的这个修法哦，其实立委去中国哦，要不要需要先就是说能够报备哦，或者审查可以讨论。可是我想提醒大家，台湾的监察委员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显然这些相关的法规，它就是在做一个所谓风险的一个筛选嘛。那就是如果有些人觉得它会有危险的时候，那他其实有报备之后，一旦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其实你也比较容易。